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矮控的创世神宝可梦模组影片。这集也是不拍教学，我要记录我到底花多久才能钓到一只小只板忍蛙。准备的工作非常简单，我只要带一些精灵球和一把厉害钓竿就行了。对了，还有就是带着用来方便抓宝可梦的帮手，以及带着一些介符盒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然后我还要顺便给大家看我的新坐骑，是我在过去就一直想要的宝可梦。这是一只烈剑鹰，它不但可以飞行骑乘，而且有火焰之躯特性，可以帮忙孵蛋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宝可梦。而且也因为这只烈剑鹰的体型是最小的，所以在飞行骑乘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最好的视野。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们的目的地是沼泽，就在前面而已。我已经预先做好了一个用来钓小只板忍蛙的水池，就是这里了。其实你不需要像我这样做一个这么深的水池，你只要水深超过4格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我会做这个？我等一下会聊到。在开始钓之前，一定要先调整设定。就是这个，把它调成开启，这对我的电脑会比较好。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我只想钓小只板忍蛙，我不想打任何其他宝可梦，所以我现在会直接逃离战斗。而那些被我放生的野生宝可梦将会越来越多，它们都是实体，太多的实体对我的电脑会造成负担，所以必须调整设定，让系统在我逃离战斗之后自动删除这些野生宝可梦。接下来我要来跟你们聊聊为什么我要挖这么深的水池。其实这已经是我第3次录影。前2次我完全都没有钓到小只板忍蛙，但是我学到了不少经验。这个深水池其实就是用来安置钓上来之后被我放生的野生宝可梦，而这个就是我第2次录影结束前的画面。没错，这些像沙丁鱼密密麻麻的都是我钓上来放生的宝可梦。而且你还可以看到有2只自然生成出来的红色 BOSS 在这里面，因为它们实在太多，造成我电脑的负担，所以我停止录影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我要调整设定，让系统自动删除它们，这才是最简单快速的。除了水深必须至少4格，还需要注意什么呢？其实小只板忍蛙之所以会变身，是因为它拥有一种被称呼为牵绊变身的特性，所以它平时的外观就跟一般的甲贺忍蛙一样，你可能会错过它。要分辨它到底是不是小只板忍蛙，你要做的就是睁大你的眼睛，注意上钩的时候是否是3个惊叹号。这是因为小只板忍蛙是非常稀有的。所以当它真正上钩的时候，它是3个惊叹号，这样你明白了吗？这表示当你看到2个惊叹号，那么它绝对就只是一般的甲贺忍蛙。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过程，而且你还必须紧盯着画面。严格来说，这样有点像是一种酷刑。前2次的录影分别都花费我2个小时。结果我只钓到了一堆附魔书，就是唯独没有钓到小只板忍蛙。我觉得我已经钓到开始怀疑人生。钓到小只板忍蛙的几率确实是很低的，但它绝对不是一个传说，这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。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能看到这个影片。好了，我没有事情要聊了，接下来就是我的钓鱼过程。从这里开始是快转片段，
它原本总长度有1小时43分又12秒，我用了64倍快转把它浓缩至不超过2分钟。你们可以当作是在看缩时影片。好了，现在调整为4倍快转，目前已经是垂钓了500次的状态，小智反忍蛙依然还没有出现。这里讲求的除了耐心还是耐心，没有别的了。来了，出现了3个惊叹号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按下去只有2种可能，第一就是拿到稀有的附魔书，第二就是钓到小智反忍蛙。我的钓鱼地狱是不是在这里结束就靠这次了？那么，就来按下那命运的瞬间。是小智反忍蛙，终于，它出现了。在我第3次录影，总共耗时超过6小时，它终于出现了。对矮控我来说，要收服它根本轻而易举，但是想要遇到它真的是非常困难。我必须对想要钓小智反忍蛙的人说，这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奇迹，奇迹是要靠自己的信念去召唤出来的。终于收服起来了。我们来回顾这一次露营总共钓到些什么。你看，钓了这么多东西之后，才终于钓到一个小智反忍蛙，你就知道这个几率是有多低。这次的实测确实是花了我很多的时间。好了，我要直接用瞬间移动回家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首先再次确认这只是真正的小智反忍蛙。没有错，就是这个特性，这就是牵绊变身。接着我们要先把设定调整回来，这个功能如果没有关闭，以后万一让神兽逃离战斗的话，神兽就会直接不见。
等一下，我们来看一看甲贺忍蛙是如何变身成小智版忍蛙。在这之前，让我来先整理我的包包。你们看，这里就是我在前2次露营所钓到的附魔书，这边的都已经放不下了。我还另外在后面这里新增了借符盒来放更多的附魔书。耐久3的附魔书实在太多，连这里都装满了。好了，剩下这些都是过剩的，我要把这些全都丢掉。好了，让我先睡一觉。现在，我们来找个 NPC 训练师来实测，给大家看一下甲贺忍蛙如何在战斗中变身为小智版忍蛙。它的变身条件就是在对战中击败一只宝可梦，所以我要先打败这一只。来了，它正在变身。变身完成，他的模样非常的帅气。其实你也可以在平时的时候让他变身，像这样先把它放出来，然后切换对战外招式，就可以变身了。好了，这下子你想要怎么观赏都随便你。如果我把它收回去，它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小智版忍蛙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增强非水手里剑这个招式，所以我要找招式教学狂，让我的小智版忍蛙回想起非水手里剑。好了，练功练了一段时间，找到了一位招式教学狂。让我来调整一下他现有的招式。好了，我们来找个 NPC 训练师来实测。别看它的威力只有15，只要变身成小智版忍蛙，威力会变成20，而且必定连续攻击3次。你看这个动作真是太帅了，怎么可以这么帅？好了，小智版忍蛙的实测大概就是这样，是非常有意思的存在。可惜牵绊变身特性无法拿去育种，否则我会认真考虑培养一只。听到这个音乐，表示本集的影片就快结束了，就用小智版忍蛙跟大家道别。本集经过2次录影，终于在第3次完成了影片录制。能看到这样的成果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